也不能惩罚他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金长丁，你看看我，我已经付出代价了，我是个恶灵。等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等到一个可以亲手报仇的机会，一定要把他杀了。你的人已经死了，人界的事不关你的事，跟我回冥界。等我把他杀了，我就跟你回去。1788，来人啊，开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想自杀？我没有想要自杀，一定是林，他上了我的身，他想要杀死我。我真的没有想要自杀，我没有杀人，为什么要畏罪自杀？是林想要杀我的。他已经死了，他要怎么杀你？我被林上身了，他上了我的身，杀子结束，现在还要杀死我。他是回来报仇的。那他为什么要找你报仇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不肯说，我们要怎么相信你呢2年前，我帮一伟做了假口供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报警。这样吧，你先不要报警。那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等一下罗先生回来，我看要怎样处理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罗一伟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强奸林！我只是喝多2杯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喝醉了就能乱了来？罗一伟，你在外面搞多少女人我都不管，但现在你强奸了林，他说他要报警啊！那就给他报啊！我跟警方说，他平时生活不检点，经常有意无意勾引我。哎，现在趁我喝醉，还自动送上门。你以为警察会相信你吗？放手！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帮我做假口供了。什么？你犯法是你的事，你还想把我拖下水？你这个贱人！这个听清楚，如果我出事的话，你也没什么好处。还有，你别忘了，你家人的生意也是我施舍的，这个忙你不得不帮。所以，罗一伟真的强奸了林。因为你的假口供，林 A 自杀；因为你的自私，一条人命就没了。我知道是委屈了林，所以给了他一笔钱作为补偿。可是，没想到最后他还是看不开。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也不会帮一伟做假口供的。胡浩南跟唐杰，跟强奸案有没有关系？他们也帮一伟做了假口供。我们是被害死的，干嘛要说惩罚？放我去投胎，放我去投胎啊！我要投胎，我也要投胎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无快被汝等吵死。放我去投胎，我不要困在这个鬼地方啊！我要投胎。死3吧！你死了就死了，为什么害死我们？要报仇去找罗一伟，不是我们害死你的。你们看到我被强奸，不但不帮我，还给警方假口供。你们这些坏人根本不配活着。我们怎么知道你真的给强奸了？听说你是想勾引你的老板。对呀，搭上你老板，你就不用做这样辛苦了。你们不要乱讲，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过。就算你真的被强奸又怎么样？够了！死了之后，嘴巴还那么贱，是不是要被掌嘴啊？你为什么帮他说话？一定是被这个女人的美色诱惑到了喽！够了，汝等别再吵了。 You shut up！ 4153、4555，吾等毁了4788的清白，却不知反省，依然口不择言，实属罪不可赦。吾在此下令，
给汝等加重惩罚。阿义，哦，即刻执行。是。4788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为何把他人也逼死？这些人帮罗玉伟做假口供，罗玉伟才没有被警察捉的。他们做的这些坏事，天没有惩罚他们，我只好自己动手。汝之遭遇的确可怜，但是汝在黑牢已受罚2年，为何怨念执念还是如此之深？汝又何苦拿他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？他们把我害得很惨，我不甘心。有没有搞错？如果我家女佣穿到这么性感，我一定拿扫把扫她出去。看他这个骚样，除了老板，不知道还跟几个男人睡过。不是价钱谈不拢，所以告人家强奸啊！穿的这么暴露，一定有偷偷出来卖啊！来人错，又是你啊！来人错，你帮我找到新的雇主了吗？坐吧。你的事情闹得很大。网络上的留言写得好难听，根本就没有人要请你。你不要去听他们的，我真的没有做错事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真的需要工作，你求求你帮我。好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家乡，等一阵子事情平息了，你再回来。你要我怎么回去？我还没有赚够钱，我没有钱买机票。竟然对别人老公不成功，还害死别人，不要脸！你，救命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救我！我受伤了！没事吧？救我！我不是故意要伤害那个人的，我只是想杀罗一伟。罗一伟做的坏事，为什么不用受惩罚？我不明白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不公平？这世界从来就没有公平过。4788，世人皆有不同的命运，所以我的命运就是被人欺负，被人冤枉我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平时做工很认真，我休息的时候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这样有错吗？难道打扮得漂漂亮亮就是要勾引男人？我只是想赚钱养家，为什么要逼我去死？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受了伤，有者学习宽恕，学习放下；有者却想到报复，而报复正是造成怨念与执念的根源啊！你是说，我被伤害，我也不可以反抗吗？难道你要我跟伤害我的人说声谢谢？非也，非也。审判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总之，眼前汝看到的事，不一定是真相，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结果。4788，汝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放下。你要我怎么放下？我一闭上眼睛，我就看见那些坏人的嘴脸。
冷静点，深呼吸。当人伸出一根手指指责他人时，有3只手指正指向自己。如可曾看到自己犯的过错，如为了报复，差点连累他人，成为代罪羔羊。我没有，我知道被冤枉的感觉是什么，我是不会让其他人被冤枉的。此话当真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当我上结束的身要去杀胡浩南的时候，我看到胡浩南跟别的男人吵架。我知道，如果我杀死胡浩南，会害了那个男人，所以我把事情的发生过程都拍下来。只要警察找到影片，就会知道人是唐杰杀的，不会连累到无辜的人。尽管如此，汝仍然杀了人，你可知这些罪足以让汝灰飞烟灭？难道汝一点都不怕？我不怕。审判长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稍安勿躁，我在请示总司令批准读取天机。天机？嗯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再给你2天，你再不还钱，等收律师信吧。把包拿过来，快点！哎呀！4788，即便汝不出手，这2个恶灵也将不得善终。这就是所谓的不是不报，只是时辰未到。没错，如今因汝的私自惩罚，扰乱了人界秩序，吾必须判汝灰飞烟灭。审判长，且慢。话说4788的处境着实可怜，死的无辜，且受了不少的委屈。审判长英明神武，是否能开个特例？特例？汝是要吾失职？总司令都让您读取天机，那就证明总司令不是冷血无情的。您是否要向他看齐呢？就给4788多点时间反省。如果他的执念还是很深，你再判他灰飞烟灭，也不迟啊。看在汝平日尽忠职守的份上，吾去请示总司令。谢谢尊贵的审判长，您的确跟其他的上策不一样。不必拍吾马屁。罗先生，你太太已经承认给警方加口供，所以这已经推翻他当年的证词了。你们相信一个精神病说的话？你说你太太精神有问题？对，她最近整天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鬼上身，什么鬼来报仇的，还有连睡觉都需要靠安眠药。这样的人说的话，你们相信？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心理医生检查他的精神状态？我们怎么做事不用你教。你当年有没有强奸林？我需要强奸他吗？我有钱有地位，会怕没有女人？只要我愿意，女人都会自动投怀送抱。我们对你的私生活没兴趣。如果你们想指证我，就拿出证据；如果没有的话，请不要再打扰我。
你有没有搞错？在警察面前乱讲话，你想害死我？你现在懂得害怕了吗？做错事还要我来承担后果，你想得美！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我不信警察的办事能力那么差，去相信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。我精神有问题？如果当年没帮你做假口供，我也不会被拎的鬼魂缠上，现在还背上杀人罪。喂，你搞清楚，我什么时候要你帮我做假口供？我罗一伟做得正站得直。还有，你说话之前先用一用大脑。如果你再污蔑我，我就告你诽谤，让你罪加一等。罗一伟，你忘恩负义，你一定不得好死！坐下来。我迟早被那个疯婆子害死，竟然在警察面前推翻以前的口供。哎呀，单凭口供，没有其他物证，警方拿你没有办法。我不想再听到这些废话，我要你保证我每个晚上能够睡得安好。我知道，令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，但毕竟他的事不关我的事，我也不想被牵连。还有大哥，你别忘了，你还要继续在我这里得到好处。好，我答应，这件事不牵涉你，也绝不让你惹上麻烦。美女，你看得见我是吗？我听说你能看到灵魂，我是特地来找你帮忙的。有什么事情？你说吧。我给你4个号码，你去叫我老婆买 4D， 买 4D， 叫她今晚买，肯定开头奖。哇，你法力这么强啊！就按 4D 开什么号码你也知道？你也去买，可是不要买太多哦。Sorry， 我不赌博的，帮不到你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有什么放不下、有遗言想要对家人说，我可以帮你。可是赌博呢，我没有兴趣。拜托啦，我家里穷，所以找你帮忙的。穷你还要花钱叫你老婆买 4D？ 有什么办法？我们穷人就是靠 4D 翻身的。不劳而获的东西呢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穷人就是要脚踏实地的赚钱啊。美女，如果不是逼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来求你啊。我死了以后，留下我老婆跟一个3岁的孩子，她要做工，还要照顾孩子，薪水少得可怜了。我这么做，只是想让他们过一些好日子。我求你了，帮帮忙好吗？我求你了。喂，来喝点水哦，妈咪给你喝水。他们在那边。都满头大汗。你看，我们都没有钱把孩子送去托儿所，我老婆每天都带着孩子上班。你自己玩哦，妈咪去做工了哈。好啦，我就帮你。谢谢。就一次啊。谢谢，你真是一个好人。请问你是陈大发的太太吗？你是这样的啊。我有阴阳眼，我看到你先生，他跟我说叫我转告你，买今晚的 4D， 8711一定开头奖。我是说真的。哎，你先生出事那天，他是不是穿着黑色的 T 恤，然后中间有一个老虎？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他就在这里，他左眼下面有一颗痣，对吧？你以为我胡说八道吗？这样吧，我出钱帮你买 4D， 中了奖金都给你，好吗？中了 4D， 你可以改善孩子的生活啊！你老公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都不领情？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等我一下。
老婆去哪里？快去买玻璃！老婆，你看看这些，还有这些，这些都是银行贷款，还有大耳窿的借据，还有这是我家。我老公爱赌，他把每个月的薪水都拿去买 4D 和多多，赌到没钱就去借大耳窿。还好大耳窿只是泼漆警告我们，没有伤害我和孩子。还有，你知道我老公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是急着去买 4D 被车撞死的。如果你看得到他，跟他说，下辈子做个脚踏实地的人，不要再发白日梦了，不要再赌了。谢谢你，死烂赌鬼！你竟敢骗我！你还跑！那赌鬼，你不要跑！痛死我了！死烂赌鬼！啊，又不能跟鬼 claim 医药费，居然利用我的同情心！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，要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不会放过谁呢？英雄，哎，你怎么会来啊？你的脚怎么了？别再说了，好心被雷劈。扶我啊！原来不止人会说谎，鬼也会说谎，所以才会有鬼话连篇啊。这样说也没有错。啊，对了，英雄啊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吗？没错，我是特地来找你的，我要谢谢你。谢谢我？谢谢你借我用小叶的身体，我已经把4788送回冥界接受审判了。那他会怎么样啊？他会再死一次啊？原本审判长是要判他灰飞烟灭的，不过我请审判长给他多一次机会。人会犯错，灵魂也会犯错。我真的希望4788能好好的反省改进。如果真的灰飞烟灭的话，就连改进的机会都没有。英雄啊，你真的很善良，而且你有一颗温暖的心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帮了你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应该要报答我呀？你放心，我不会逼你以身相许。不过我是会用我的魅力，让你自动对我以身相许。我累了，扶我回家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小心。你在做什么？呦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家附近的超市有 offer， 我就过来这里买了，也顺便看看你呀。新加坡要打仗啊，买这么多东西。如果真的是打仗的话，我就全部送给你喽。不是啦，明天我要去看我的老爸，然后顺便把这些东西给其他的老人家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做点善事。好啊，我最喜欢做善事了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OK。你还不走啊？那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英雄，这么快就走了？都是你啦，破坏我的好事。小叶，我煮了药材汤给你，快点，趁热吃。你的脚怎么了？扭伤了咯。
看医生了没有？哎，看什么医生啊？擦点药就没事啦。你受伤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可以早一点回来照顾你啊。我才不需要你照顾。我今天才知道，什么叫做因祸得福。怎么有一副花痴的脸啊？脚受伤会影响到头脑的。受伤对我来说是好事啊，因为有人照顾。有人照顾？美珍哥啊？我眼镜贴塞嘛。美珍哥跟你很配 ，OK？ 他老实忠厚，尽忠职守，他还为了你啊，每天练肌肉呢。就算他是白马王子，我也不会喜欢他的，因为我心里只有我的英雄警长。那你有没有听过人鬼殊途呢？那你有没有听过浪漫人鬼恋呢？小叶啊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该不会是你怀了鬼警长的孩子吧？你胡说什么啦？不过这件事情确实是跟他有关，也跟你有关的。什么跟我有关？哎，你不要乱讲话！我不认识什么鬼警长，我也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啊。我答应英雄把你的身体借给他，让他去抓恶灵。啊？你不用这么大反应，都是那些恶灵啊，杀了一个又一个人，我是看不下去。我现在更确定啊，你摔坏了头脑了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相信我啊？我跟你说过几次了，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看到我妈，我才会相信你真的有阴阳眼。好，警察办案是要讲求证据的，对吗？我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在某个地方，可是又想不起自己做过什么，然后觉得很累？那是因为我最近太忙，所以有点累，记忆也变得不太好。那杀人犯是不是说自己没有杀人，是恶鬼在作怪呢？那又怎样？那哪里可以证明我被鬼上身啊？那是真的有几只恶鬼从地府里面跑出来，英雄要上你的身才可以抓那几只恶鬼啊！我原本是不答应让你把身体借给他，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无辜的人死掉，所以就只好答应他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我和宝了。哎。哇，4977，4977，你为什么那么多天没有回来？你去哪里？我回去我的老家，房子已经是别人的了。哇，你就好啊，我都不记得我家在哪里。我一个在这里很寂寞，没有人陪我玩。47爸爸呢？不知道，他已经很多天没有回来了。他会不会被丁丁他们抓回去了？希望不是。但如果他真的被抓，很快就有人到我们的。你还不赶快去找你的黑娜妈妈？我不知道去哪里找黑娜妈妈。你可以帮我去找黑娜妈妈吗？拜托。小气鬼！不是说要去找你的黑娜妈妈吗？还不走？谢谢你。4977 ，stop！ 我的脚很酸。你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吗？我们这样没有方向的找，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。你笨笨的，我知道我就不会叫你来帮我了吗？我会不会还没有找到黑娜妈妈，我就给丁丁他们抓回去？新加坡这么小，一定会找到的。走吧。哎，我要你背。走不走啊？小气鬼！小心看车啊！你笨笨的，我是鬼，车撞不到我的。鬼不知道你是鬼。你们在看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走吧。哦，来，每个人都有一份啊！哎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每一份礼物都不一样，有些是吃的，有些是用的，总有一份你们一定会喜欢啊！来，这个给你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明芬不客气。这个美女是你女朋友啊？哦，不是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你们
看起来很配，还以为是男女朋友哎。真的、啊？你叫素琴是吗？是的，安哥。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心地又善良，要是你嫁给我儿子，那就太委屈了你了。老爸，不要，我要见我儿子，打电话给我儿子。志玲姐，你冷静一点。不要，他又来了。志玲姐有失智症，有些时候她可以一整天不说话，有些时候就会大哭大闹。他一直叫看护打电话给他儿子，他儿子不常来看他吗？不是不常，根本就没有来。你要是以后敢不来看老爸的话呢，我会告诉全世界，说你是一个不孝子。不会这样对你妹。不会就好啦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你嘴巴没有接好话，不要越帮越忙。我要见我儿子啊，志玲姐，你不要坐在地上，地上你是谁呀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呀！你是不是想念你儿子啦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走开呀！你不要这样嘛！不要碰我！是妖魔鬼怪，你是妖魔鬼怪！你怎么知道我是妖魔鬼怪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很凶的啊！你要是敢不听话，我对你不客气哦。来，扶你起来。我要回家，我要我儿子啊！我要我儿子啊！喂。哇，志玲姐是出了名的难搞的，你都能搞定她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有时候老人家就像小朋友一样，要用哄的，但是偶尔呢也要吓一吓他们，这样他们才会乖乖听话。不过说来奇怪，他为什么说我是妖魔鬼怪啊？其实你不用太在意的，志玲姐有失智症，有些时候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不过他也没有说错，我有阴阳眼，我确实是妖魔鬼怪。如果你真的是妖魔鬼怪，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妖魔鬼怪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怎么一点戏都没有？我有病啊！这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鬼？干嘛你头痛啊？想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在想黎黎的案子。为什么要想？想重新调查？我没说过。是不是想查出真相？真相都是伤人的，就算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？人都死了。人是死了，可是罗一伟还没有被抓啊！你怎么确保不会有下一个受害者？如果有证据，罗一伟早就被定罪了。胡浩能跟堂姐都死了，唯一这个人辛尼库，他的精神有状况，所以他所说的话完全不能成为供词。这起案件要翻案，机会很渺茫啊。可是也许辛尼库的状况只是暂时性的，过一阵子就好了呢。乐观是好事，但是盲目乐观呢是对案子没有帮助的。你明明就很在意这起案件，不然你怎么会在林死后汇钱给他家人？明明有能力当一个好警察，整天表现得吊儿郎当。不然你跟我说你是有什么问题，还是有什么心结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何必把伤口给别人看？不是每个人都是医生，很多都是撒盐的。老人家也说过，你往伤口上面撒盐呢，伤口会好得更快的。喂，辛尼库，要干嘛？好，马上过来。什么情况？刚才在外面，我们听到一声巨响，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他躺在地上。怎样？他一向贪生怕死，每3个月就做一次身体检查，他根本就没有心脏病，怎么会突然心脏病爆发？是你做的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收买了警察？
总之呢，林的案子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今晚开始你可以安心睡觉喽。大哥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没有一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的，只要你把事情办好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非洲工业园的投资案，我算你一份。好，合作愉快。店长丁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你过去看看。4153和4555死了之后，还得继续接受惩罚。你看了之后，心是不是好过一点呢？还有罗一伟跟贤弟呢？他们也应该像他们一样，死后继续受惩罚。尤其是罗一伟，为什么他可以没事？这太不公平了。审判长不是说过了吗？不是不报，是时辰未到。如果你一直想说要报仇的话，你的克数就会继续的增加。我只是觉得很不甘心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你不是自杀死的吗？自杀？什么自杀？我没有自杀。当年我去找罗一伟报仇的时候，我不小心伤到无辜的人，所以我害怕罗一伟去叫警察来捉我，我就躲了起来。当我醒来之后，我就看到灵魂大使来接我，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可是资料室里头的资料显示你是惨死的，所以我就以为你是自杀死的。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自杀，我本来还想回去家乡看我爸妈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谁会想要把你给害死？除了罗以为之外，我再也想不到其他人了。没有证据，就不能一口咬定他就是凶手。警长丁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出凶手是谁？我真的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求求你，警长丁，现在只有你可以帮我了。审判长，关于4788的那件事儿，您找总司令谈过了没有啊？总司令他怎么说？总司令言：4788罪不可赦。然而，冥界并非无情无义之地，所以为什么呀？阿丁，你当警长那么多年，为何依然如此心浮气躁，有这般急性子？莫非赶着投胎不成？我被骗来当民警，只有22年，还要等38年，我才可以去投胎。那如何须如此紧张呢？审判长说的没错。那审判长，总司令打算如何处置4788呢？总司令决定让4788多多修炼。修炼？修炼什么呀？总司令没多说，我也不愿多问，这是冥界之规矩。这冥界啊，为什么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规矩呢？人界又何尝不是呢？审判长，难道你没想过要改革吗？想改革，即认为这制度有缺失。然而对错由谁判断？是否重要，又何须在意呢？审判长，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很久了。啊，请问，您是哪个朝代的人呢？宋朝、明朝、清朝？如误会了，吾乃生于1957年。
所以你不是什么古代人嘛？怎么说话又儒啊又武的，听得好辛苦啊！吾若不如此这般说话，又如何区别吾与汝等身份之不同？哼，你赢，我输了。侮辱，真的是侮辱！用完东西也不收拾好，真是的。有时间玩游戏，不如借我你的身体用一用。什么？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是不是啊？我爸说疗养院有人挟持人质啊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你们都是骗子！走开，走开！志玲姐，你冷静点，先把他放下，别伤害到全叔啊！不行，你是骗子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OK， 不要让你回家。我要我儿子，我要我儿子。走开，我要回家。志玲姐有病发了。是喽，不知道他怎么得到水果刀，一直喊着要回家。我要回家，不要过来，走开，要不然我就杀死他！你冷静一点，我们已经打电话给你儿子，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？骗人，骗人！我要我的儿子，我要回家。好，我们现在带你去找你儿子，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我不要打针了，不要打针了！好了，没事了，谢谢你们。喂，杰森，喂，怎么了？有没有医生啊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喂，你脚怎么了？是，杰森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他只是被虎头蜂噬到，出现过敏性休克。休克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不要乱讲话。Das， 有没有同学解释？我刚打给他们。看爸爸带给你什么东西，怎么样？来看看。OK。谁教你的？为什么要叫我爸爸？难道她是我的女儿？只有在亲情的召唤下，民警也许能够冲破结界，唤起前世的记忆。